上一期咱們開局出生在了荒無人煙的惡地，本以為不影響我生存的，結果就在我下礦挖了滿滿一背包的礦回到地面時，我發現這邊根本就沒有一點水源，什麼物資都沒有。所以我在商店買了一瓶翅膀藥水，再搭配作者給的 RTP， 成功逃離了這塊荒無人煙的地方。接着我來到了一個海邊的小島，然後在這邊我通過買賣大量的泥土賺到了2000個毒肉幣，成功全款拿下了豪宅。那麼極限成分古跡第2期直接開整，看完我的視頻你上你也行。然後我現在有非常多的錢，這個錢的話咱們可以多買點技能什麼的。我們先買個這個吸血，然後劍圣買一個吧，這邊再來一個御剑飛行，我覺得應該就差不多了。跨步再来一個，好，這就是实施戰鬥技能，就這幾個就足夠用了。吸血击杀生物后，根据我所造成的傷害给我回復10%的生命值。然後這個飾品的話咱們多搞一點，今晚要出去刷怪，咱們稍微多整點飾品，免得暴毙了，好吧 ？OK， 11個寶藏袋全開。這個寶藏袋會開出來一堆奇奇怪怪的飾品啊，然後這些飾品是隨便哪個飾品欄位都能上的，反正主打的就是一個都能用，而且開出來再爛的飾品也是可以吃一個品質的屬性加成的。這個包的飾品欄位是可以無限買的，所以不管啥垃圾飾品，只要不是負面的，就直接往上帶就完事了。然後出去打怪之前，咱們先死亡存檔一下，直接給他激活了。然後万一要是死了，他会这个死亡存檔直接把我們送回來啊，保險一點。對的，就是這邊比較開闊一點啊。哇，一來就有好多怪啊，這裡真是個適合刷怪的好地方。直接先把這個蜘蛛秒了。小白想射我，直接劈過來，拿下，劈過來，想射啊！我拿斧頭的小白直接秒了。哇，太帥了，非常的酷炫啊！這戰鬥，僵屍1刀、2刀、3刀，哎，給他擋出來，拿下，啊！哦，差點讓他炸了。還好我的刀夠快啊，沒讓他炸出來。OK， 這邊任務需求的殺10隻僵屍和小白已經完成了，這邊可以直接領取一個背包全家桶，一堆背包的升級插件啊，舒服啊！先打開背包，把這些升級全部給上，東西全給他存背包裡。然後接下來的話，咱們再去開一點箱子吧，開點箱子把那個探險家指南針拿了，直接上來把這邊小白全部給他清了，好吧？給我死 ！OK， 殺完。挖掉，先把這邊桶開了，木桶裡的戰利品，整艘船都是我的了。現在我應該可以領這個探險家指南針了啊！對的，沒錯，探險家指南針。然後這邊還可以再領一個鑽石爐子，然後就是這個終端了，咱們整出來這個終端先，這個終端比較重要。正好天黑了，晚上殺怪去，殺22隻僵屍，咱們就可以回來了，好吧？殺僵屍去嘍！給我死！哇，他那把劍好帥啊 ！Later。哎，這就很尷尬，打了一晚上，還差2隻僵屍啊！那既然一晚上沒刷到200隻僵屍，不是22隻僵屍的話，咱們整個這個農場3這個藍圖啊，這裡面有個怪物臥床的，好吧，直接刷怪塔裡面刷2隻僵屍就好了。來吧，給它放下。咱們選擇一下刷怪塔 ，OK， 直接建造就好了。然後先進來把這個刷怪塔的燈開一下啊，這上面還有苦力怕的刷怪龍的，不然等一下刷怪塔被苦力怕炸了就難受了呀。先把這幾下怪起來。剩的那2隻僵屍咱們已經刷到了，精妙背包我們分手吧。終端全家桶，直接放這兒，放這剛剛好的，磁盤放這兒，終端放這兒，然後天線往這一立，磁盤放進去，維度卡、無限範圍增幅卡，現在就 OK 了。然後這個終端綁定一下，附魔台先做一個，然後再做一個區塊載入器，直接放這邊。這樣的話咱們就可以在任何地方打開終端了。然後接下來我們把經驗泵升級先做一下，之前背包全家桶裡面竟然沒有送經驗泵升級，這個經驗泵升級待会有大用啊。它需要附魔之瓶，附魔之瓶可以跟牧師換，或者去結構掏，咱們去結構掏一下吧。我看一下這附近有沒有失敗之樓。6900米，這麼遠啊？這個有點太遠了，我們先到稍微近點的幻魔者法師塔看看吧，不一定要去失敗之樓的。幻魔者法師塔也是有概率會出附魔之瓶的，看一下。毒馬鈴薯烈焰棒，哎，先把這個給宰了，呵呵，我一刀給他砍地上了，兄弟們，有點意思啊，這個逼，看一下，我有5個附魔之瓶，哎，那附魔之瓶有了，咱們可以不用去失敗之樓了。我雷電瓶高級火石，然後這個箱子給他拿一下，然後它下面還有箱子的，咱們去下面把那個箱子開了，然後再走吧，直接先下來把腦鬼的刷怪龍挖了，免得他刷出來麻煩啊。箱子看一下，語錄鑽石匕首，這哪是匕首啊？匕首這麼長的嗎？這個箱子看一下，
來吧，咱們先整個經驗泵，現在材料應該是齊的吧？然後是高級泵叶升级，經驗泵升級，儲礦升級，再來個堆疊升級。堆疊升級需要很多礦，先燒點這個鐵塊吧。但是目前這個破熔爐燒礦的速度太慢了，所以我準備看能不能做一個彩虹熔爐。現在咱們去找一下那個遠古殘骸的礦脈，好吧？我要做下界合金爐子，然後把彩虹熔爐整出来。我必須要彩虹熔爐，我必須要用最好的，沒有最好的不行。然後咱們到主線任務出茅庐裡面領個地獄門的藍圖，就不需要自己搭地獄门了，直接放在這邊。OK。直接點火走，咱們去下界，勇往直下。完了，這個出生點不是很好，兄弟们，我們直接先下礦，挖礦去。来吧，咱們看能不能找到這個遠古殘骸的礦脈啊？這個礦物感知能用嗎？有，果然有啊，兄弟們。雖然說不是礦脈啊，但是它會出現的比較多的，直接5個遠古殘骸連在一起。哇，這邊怎麼這麼多啊？剛才都沒看見。OK， 這波哇，剛好一組啊，兄弟們。那現在可以直接回來把熔爐做一下了，各種熔爐全給它做了。後面材料夠了之後，可以整一手彩虹熔爐的。OK， 下界合金爐，現在基本上合成彩虹熔爐所需要的熔爐全部做出來了。但是想要合成彩虹熔爐的話，材料還不夠啊。因為這玩意兒的話，我現在也整不出來。它這邊還有各種染色玻璃，特別綠色，我得去它沙漠搞仙人掌。這就很煩啊，不過這樣也行了，之後就不用再發愁燒礦的速度太慢了。現在燒礦的速度快了，可以先把各種堆疊升級先做出来啊。一個 T4， 2個 T3， 現在我可以存692級的經驗。我費勁巴拉的搞這麼些經驗泵升級、堆疊升級是為了什麼呢？總不可能只是為了存個經驗吧？那當然是不可能的呀。眾所周知，一般整合包提升戰鬥力的方法基本上都是武器、裝備、附魔、飾品。但是這個包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提升戰鬥力的方法，那就是技能。上一期開局我就說過了，這個技能模組的經驗值是根據你所獲得的經驗值來計算的，所以我要幹什麼，等會兒你們就知道了。這邊依舊是用到任務屏幕和一個漏斗，這一次要選擇的任務是這個使用毒肉幣換經驗等級的。對的，你沒聽錯，毒肉幣還可以用來換經驗，一個毒肉幣就是1級經驗。咱們先換個100來級經驗再說吧。OK， 全部領完323級經驗啊！然後接下來咱們把這個技能刷一下吧，直接把這邊技能點滿，好吧？目前才等級27，來吧，直接技能點滿，存儲全部經驗，然後取出全部經驗，然後現在左下角就會提醒我們可以學習新的技能了。然後點開這邊，剩餘抽取次數18抽，這還是太少了，咱們再接着刷啊，接着存取經驗，好吧？那麼為什麼能這麼刷呢？原理就是當我獲得經驗的時候，我的任務系統也同樣會獲得經驗值，但是當我失去經驗值的時候，任務系統是不會失去經驗的。所以在我不停的使用經驗泵存取我的經驗的時候，就是一個獲取經驗然後再失去經驗的一個過程，所以我就是在不停的獲取經驗然後失去經驗，但是任務系統只會獲取經驗，不會失去經驗，所以任務系統的經驗值就會累積的越來越多，直到多到能把所有的技能都學會並且精通。當然每一次存取的經驗值越多，效率肯定是越高的，所以我剛才才需要用毒肉幣去買經驗等級的。 OK， 应该差不多啦。我看一下现在可以抽多少次。我靠，剩余抽取次数5917次，兄弟们。好，啥也不说了，直接開始學技能，不管他什麼技能全部給他學了，好吧，直接雙擊學習就行了。OK， 終於點完了，所有技能全部學完，差不多就是點了1500多次啊，1500多個技能。然後咱們看一下學些什麼技能啊？這個辟谷的話其實可以不要了，辟谷可以下的。死亡村那是肯定要的，起死回生、臨時護盾這肯定是要的。隨身箱可以下的，上個強健體魄吧。隨身箱換成強健體魄，增加一點生命上限。那我們這個技能的話就是絕對防禦、身手敏捷、強健體魄、技能精通、自我修復、死亡存檔、起死回生、臨時護盾，然後這個辟谷辟谷還有傷害吸收，好吧，就這些技能。接下來咱們給裝備附個膜。喲呵，你什麼意思？來送是吧？不是，剛發生了什麼？我操，媽媽，外面的世界好嚇人啊！睡覺睡覺，哦，天亮了，趕緊把附魔整出來。我覺得應該要再加個高級附魔台，讓這個包更加的爽一點。你們覺得如何？你們覺得我說的有道理嗎？有高級保護傘，兄弟們。武器火之恩賜4，然後接下來開始正經附魔。
先把金剑拿出來，再拿點金塊，咱們要整一身金装備。金装備它屬於是比較好出宝藏附魔的，像高級保護這種，它就屬於是宝藏附魔，好吧？哎，高級分裂，然後直接用砂輪把附魔拿下来，等會兒直接打到咱們的武器上啊！高級保護2，我高級搶夺3，哎，高級保護3，我靠，高級保護4，高級火焰附加，高級保護3，然後再咱們把附魔打上吧，可以先把附魔打上了。这个高保3，胸甲有個高保3，3加3等於4，高級保護4啊。好，那裝備附魔就搞定了。咱們這邊裝備附魔的話，就是全套高級保護4加耐久3，然後還有恢復4啊，沒有4的話就是3，然後還有風險3，這是全部裝備都有的。然後胸甲這邊上了個平靜5和氣泡護盾3啊，還有聖倉3。靴子的話就多個分支祝福，就這樣，沒什麼別的附魔了。然後是武器，好，這把武器直接拉滿了。然後這把咱們給它上個高級搶奪。OK， 那這把的話隨便給它附個魔就行了，主要是這把武器。那這把武器就是高級分力4統御，然後高級火焰附加火之恩賜分刃耐久決鬥者的特權，直接拉滿。然後咱們再到主線章節這邊，屬性重鑄，領一個修改傳說，把它的品質改一下，直接改成傳說品質。那咱們附魔就算拉滿了。我操，苦力怕隔牆爆炸！來，我們先試一下 DPS。400-500的 DPS， 逼近500，我的 DPS 直逼500 ，OK， 超過500了。然後咱們再把飾品搞一下，就可以無敵了。然後接下來咱們需要做一下那個貓爪、剧毒之石，還有沃土守護符這3個東西得做一下，這還是比較屌的。貓爪這個需要煉粉，咱們去殺點那個煉人就好了。秒了，你再給我土。99根煉棒，撤吧，回家做饰品了。直接來個7個閃耀錠吧，然後還有閃耀寶石，這個也給它合成一下。然後咱們先做一個那個貓爪吧。OK， 狼衛首飾，增加 25% 的攻擊傷害，還有 25% 概率造成流血效果。流血效果是每秒造成1點傷害，持續15秒。當然，非貓科動物使用的時候，流血的持續時間會變成1/3，也就是5秒。但是咱們主要吃它這個 25% 的傷害加成。這個給它換下來。那麼貓爪好了之後，咱們再做這個劇毒之石，還有這個沃土守護石。然後劇毒之石免疫中毒效果，免疫飢餓效果，攻擊時有 20% 幾率使目標中毒，然後對中毒目標造成2倍傷害。然後把那個沃土守護符給它整一下吧。雖然它這邊都是英文的，但是這個東西它其實很屌啊。這邊可以看到的任務裡面寫了加5點防禦，還有 15% 總防禦，還有這個10點最大生命值。OK， 那飾品各方面的暫時也算是拉滿了。